受伤了吗？我没事。事情还顺利吗？证据找到了。都已经拿到证据了，怎么还是不太高兴啊？这一纸罪状告到主上，嫡长主难逃一死。我想过无数次要一笔之道还施彼身，但如今真走到这一步，就些有。我们乡下地上放苹果，一筐苹果里，如果有一个烂掉了，那其余的都会烂掉，所以没办法，就只有将那个烂的挑出来。可人到了某些位置，终究会身不由己。我怕我也会变成那样。你不会的，你本性就不是个坏人。但如果真的有一天，你真的在某件事情上犯了错，那我也不会离开你，我会打你骂你，把你打醒骂醒。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你给我起来！我说话你不听了是不是？你跟二哥交心，以后兄弟间怎么自处？父亲，让父亲怎么看你？有些事情可以据理避案，但如果少主触犯律法，还不论对错，我就不明白任职宫门的意义了。你哪有任职？你已经被停职了。告诉你，我现在在这儿都是不应该的，完全是我对你最真挚的情感驱动过来。哥真的怕你走上绝路，你这是在负伤逆鳞。三哥，我不是意气用事。主上是万民的主上，律法亦是万民的律法。身为川主，我相信主上自有决断。六少主，请。
儿臣停职期间私自查案，愿受责罚，绝无怨言。但假币案已水落石出，还请主上决断。按新传律，你二哥当初极刑。少主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但刑律第236条，若少主犯错，向天下呈谢罪书，流放边境，各地死罪。主上，小人帮您揉揉吧。头风是痼疾，服下猛药，就只是延缓罢了。老六是什么都想到了，他私自查案翻经，可是他找到了证据，姑就不能罚他落人口实，连对老二的处置，他都替姑做了决定，将老二流放到苦寒之地，就可以免他的死罪。姑只能按他说的做。主上，六少主这么做，不全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保全主上的儿子。他确实不只是为自己，可缘何要这么做呢？是人都有眼睛，看得明白，真是费心了。老二的字是姑手把手教的，他现在写的是越发好了，字中有君子如风，但人却没有。姑一介庶出，走到如今，失去了多少，只有姑自己明白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姑就在想，一定要好好抚养自己的嫡长主。他既为嫡长，就不会再经历姑从前经历过的一切。姑严格要求他将他抚养成人，他就能一生顺遂。可终究，或许经此劫难，嫡长主终能醒悟。